好，今天呢，我要开始给大家讲双曲线。什么叫做双曲线呢？我们学过椭圆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是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和等于常数 2a 的那样的点的轨迹。那么双曲线它是平面内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，而且还有一个，一是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的绝对值等于常数 2a 啊，而且这个常数呢，它是个大于0的数，但是小于两个定点之间的距离，这样的点的集合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双曲线啊。我画一个图啊，给大家说一下。我们把穿过两个定点的直线叫做 x 轴。两个定点的这个线段的垂直平分线，把它叫做 y 轴。那什么叫做双曲线呢？它是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等于常数 2a 这样的点的轨迹，就是双曲线啊。你看，我现在就画了两段双曲线。右边这个分支和左边这个分支，它是两个分支。右边这个分支呢，它就做到了 Pf 到一个定点的距离，减去它到另一个定点的距离，它们俩的差是等于常数啊，等于常数。这个常数呢，我们通常用 2a 来表示。它一定是个正数，大于0。在三角形 Pf1、F2 当中，两边之差要小于第三边，所以它要小于 F1、F2。因为我们有学椭圆的基础，大家都知道 F1、F2 它就是交点，两个交点之间的距离是交距。在双曲线当中呢，交距依然用2c来表示，所以呢，它是小于2c 的。当然呢，它是大于0的。如果我不加绝对值，那么你这个等于正数 Pf1 要比 Pf2 大，所以它必须得到的是右分支。如果我加绝对值呢？你看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的绝对值等于常数 2a， 那么即使我点 P 在左分支 Pf1 短Pf2 长，它俩的差是负数，可是我一加绝对值，它又变成正数了。2a 大于0，小于2c，两边之差比第三边小，所以只有加绝对值，我才可以既表示右分支，也表示左分支。所以绝对值它是双曲线，两个分支都保留了啊，不然的话。你等于的常数 2a 它一定是个正数，所以呢，你要不加绝对值，它就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分支。好，这是定义啊。平面内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等于它的绝对值等于常数 2a 的点的轨迹，点的集合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双曲线。其中两个定点叫做交点。两个定点之间的距离叫做交距，交距依然用2c来表示。那么双曲线的点的集合就是满足这样一个式子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大家推导一下双曲线的方程。我们把穿过两个定点的直线叫 x 轴，两个定点的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叫做 y 轴。然后这是左分支，这是右分支，你们就做到了啊。Pf1 减 Pf2 的绝对值等于 2a，F1、F2 之间的距离交距是2c，和椭圆一样，那么它就是负西逗0，它的坐标就是西逗0。点 P 是双曲线上任意的一点，任意的一点坐标设成 xy， 任意的这一点的 xy 所对应的曲线所对应的方程就是双曲线所对应的方程。好。
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方程推导出来。首先啊，我要表达 MF1，这是任意的一点，用 M 表示也可以。MF1，它就等于根号下 x 减负 c x 加 c 的平方，加上 y 减0的平方。MF2，它等于根号下 x 减 c 的平方，加上 y 减0的平方。所以 MF1 减 MF2，那么就是根号下 x 加 c 的平方加 y 方减去根号下 x 减 c 的平方加 y 方，它的绝对值是等于 2a 的。显然呢，去掉绝对值，它就等于正的 2a 或者等于负的 2a。那么我呢就以 x 加 c 的平方加 y 方减去根号下 x 减 c 的平方加 y 方等于 2a， 以它为例啊，给大家推导一下双曲线的方程。本来去掉绝对值应该等于正负 2a， 那么我就以它等于 2a 为例，给大家推导方程。好了，这个式子呢，根号都集中在左边，这不可以啊。x 加 c 的平方加上 y 方，因为将来两边一平方去掉根号的时候，那么它俩乘积的2倍，这个式子太大，所以我要把其中的一个移到另一边。2a 加上根号下 x 减 c 的平方加 y 方，然后左边平方，右边平方，左边一平方根号不见了，里边直接展开 x 方加上 2cx 加上 c 方加 y 方，右边的第一项的平方是 4a 方，加上它们俩乘积的2倍 4a 倍的根号下 x 减 c 的方加 y 方。第二项的平方呢，根号不要了，直接把它展开 x 方减去 2cx 加 c 方加 y 方， x 方 x 方 y 方 y 方 c 方 c 方，这个是负的2cx移到左边变成 4cx， 它也不要了，4也不要了然后呢，我把 a 方移到左边，现在左边就剩 cx 减 a 方等于右边呢只剩下 a 倍的根号下 x 减 c 的方加 y 方，然后再一次左右两边同时平方 c 方 x 方减去它俩乘积的2倍 2a 方 cx 加上 a 的4次方等于 a 方倍的。根号不要了，里边展开 x 方减 2cx 加 c 方加 y 方， c 方 x 方减去 2a 方 cx 加上 a 的4次方等于 a 方 x 方减去 2a 方 cx 加上 a 方 c 方加上 a 方 y 方，它们俩左右两边都有，约掉了。接下来我要把 x 方的项整理到一块儿，然后这是未知数，这是常数，把它移到左边来就变成 c 方减 a 方倍的 x 方，把它移到左边来减去 a 方 y 方，把 a 的4次方移到右边 ，a 方提出来变成 c 方减 a 方。好，我算到这儿以后啊，你看。你这个常数 2a 是大于0 ，2a 是正数，但是它的小于 f1、f2， 小于焦距 2c， 也就是 c 大于 a 大于0。我们在椭圆的这个里边呢，经常要说啊 a 方、b 方、c 方的关系，经常说 a 老大，在椭圆当中 a 老大。a 方是等于 b 方加 c 方的 ，a 方减 b 方是 c 方 ，a 方减 c 方是 b 方。那么在双曲线当中 ，a 方、b 方、c 方也有关系。我这个方程推导到这儿，
我觉得这个式子不够简洁啊，那我就看一下，由于西是大于 a 大于0的，所以西方是大于 a 方的，都是正数嘛，就可以平方，所以西方减 a 方它就是大于0的，它是大于0的数，那么我就可以令 b 方代表西方减 a 方，它就变成了 b 方倍的 x 方减去 a 方 y 方等于 a 方 b 方，每一项两边每一项都除以 a 方 b 方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b 方约掉了，变成 x 方除以 a 方减去 a 方约掉了 y 方除以 b 方等于1。那么在双曲线当中，我把负 a 方移到左边 ，a 方加 b 方才等于西方，所以在双曲线当中西老大，记住，在椭圆当中 a 老大，在双曲线当中西老大。现在我得到的这个方程就是双曲线交点在 x 轴的标准方程。那么可不可以交点在 y 轴呢？当然可以啊。交点在 y 轴上的时候，这是定点 F1，这是定点 F2。F1、F2 之间的距离2西是不变的，我依然用刚才的这个2西来表示它们俩之间的距离。然后呢，双曲线上的点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，依然是刚才所说的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，它的绝对值依然是刚才说的那个2a。那么2a 也不变，2西也不变，只是呢，我们把穿过两个定点的这条直线叫做 y 轴了。两个定点这个线段的垂直平分线把它叫做 x 轴了，就是相当于把它逆时针转了90度，然后呢就得到交点在 y 轴的双曲线。所以 a 也没变，西也没变，显然呢依然是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等于 2a， 关系式也没变，那么就是 x 轴和 y 轴变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交点在 y 轴的双曲线，只需要把 x、y 交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。那么交点在 y 轴的双曲线的标准方程就变成了 y 方比 a 方减去 x 方比 b 方等于1。y 开头 ，y 的系数是 a 方分之1，它的系数是正的，交点就在 y 轴。交点在 x 轴上的时候呢 ，x 方开头 ，x 方的系数是 a 方分之1，这个就和椭圆不一样了。我们在学椭圆的时候是 x 方比上 a 方加上 y 方比 b 方等于1，这是交点在 x 轴的椭圆。那么它是符合交换律的。它跟 y 方比 b 方加 x 方比 a 方是一样的，它并不因为谁在前边，交点就在谁的轴上。x 方开头，交点就在 x 轴上，不是的，因为它符合交换律，它和 y 方比 b 方加 x 方比 a 方等于1是一样的。那 y 方开头的时候，交点它依然在 x 轴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看分母的大小论交点的位置，谁下边的数大交点就在哪个轴，而且大的那个数就是 a 方。但是双曲线就不一样，双曲线就是谁的系数是正的谁开头 y 方的开头 y 方的系数是正的 a 方分之1，那么交点就在 y 轴。x 方开头 x 方的系数是正的 x 方的系数是 a 方分之1，那么交点就在 x 轴。所以谁的系数是正的，谁开头，交点就在哪个轴，这个是和椭圆不一样的。在双曲线当中，西老大 a 和 b 的大小是不确定的a 和 b 的大小是不确定的。好了，这个呢就是
双曲线的定义，我根据定义给大家推导出来的方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根据定义看下边的一个小题。下边的这个题，我们看第一个根号，它在表达什么呀 ？P 点的坐标是 x 逗 y， 这个分明在表示距离是 x 减3括号的平方，加上 y 减0括号的平方 ，y 减0它就写成 y 了，所以它是点 P 于3逗0这个点它们两个点之间的距离，我把它叫做点 A。那么第二个根号呢，它表达的是点 P 坐标 x 逗 y 与 x1 减 x2括号的平方，说明 x2 是负3，y1 减 y2，y 减0，我给它取个名字叫点 B。它这个根号表达的是点 P 和点 B 的距离，那么上边的这个式子呢，我就可以把它诠释成 PA 的距离减去 PB 的距离，恰好是等于常数，其中点 P 是动点，点 A 是定点，点 B 呢它也是定点。这个式子表达的就是一个动点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是个常数，一个动点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是个常数。回归定义，它完全符合了双曲线的定义。一个动点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是常数的那样的点的轨迹是双曲线，它没有绝对值。常数是正的，所以 PA 的大于 PB， 这是负3逗0，这是3逗0，点 P 到点，这是3逗0是点 A， 负3逗0是点 B， 点 P 到点 A 的距离要长，那就说明点 P 的在左分支上 PA 才长，减去 PB。才能是个正数，所以呢，双曲线它依然有3个解题思想。第一个，回归定义，你看我现在就是回归定义，才知道它完全符合了双曲线的定义，那么它是双曲线。但是由于它没有加绝对值，我发现它只是双曲线的左分支对于双曲线来说，它符合3大解题思想。第一个，回归定义，视而；第二个，视而不求，使用伟大定理，用来求弦长；第三个，抓住几何特征，用式子表达出来。那么回归定义我们就应用了一下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标准方程以及标准方程所对应的双曲线这两个图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推的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 ，F1、F2 这是 x 轴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作为 y 轴，然后西老大，西方等于 a 方加 b 方，方程是 x 方开头。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呢，穿过两个定点 F1、F2 的，它是 y 轴。然后它的垂直平分线做 x 轴，西老大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的方程是 y 开头 ，y 的系数的是正的。我们还观察到什么呢 ？a 方永远在前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在双曲线当中，西老大 a 和 b 的大小是不确定的 ，a 方永远是在前的要记住这个特征。好，接下来呢，
我们做一道小题，继续消化一下双曲线的这个定义啊。已知例题一，已知动圆 P 经过一个定点，并且与已知的圆相切。让我求的是动圆圆心 P 的轨迹方程。好，我们根据题中所描述的画图。首先，我建立直角坐标系，圆儿我能够表达出来。由于它的这个坐标太大了，它的圆心 n 是7逗0，半径是等于6的这个数太大了，我们就大概吧。比如说，这个就是点 n 7逗0。半径是6，画出来这样一个圆儿，跟它对称的这个点 M， 它的坐标是-7逗0，它是一个定点。有这样一个动圆儿和它是向内切的，还要经过点 M， 显然呢是这个圆 n 在里，圆 P 在外。因为圆 P 还要经过这个点，既要经过这个点，还要跟它向内切。那我们就尝试一下吧，画一下这个图，和它向内切。比如说点 P 要在这儿，圆心的连线，然后这个是切点，目测，它是经过这个点的。好了，我现在给大家画一下这个就是我要求的，我画出其中的一个，满足条件的会有无数个，我给大家画出其中的一个。点 P 和圆 n 的圆心 n 连线，然后并把它延长那么以 P 为圆心，以 P' 为半径的圆儿，就即将和这个圆 n 它是内切的。由于它经过 PM， 所以我把 PM 连上，那么 PM 显然是等于 PP' 的。这个圆儿呢，它比较大好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圆 P， 它和圆 n 是向内切的，而且它还经过了点 M。那么这样的点 P 有多少个呢？显然有无数个。我画的是无数个当中任意的一个那么要求圆心的轨迹方程，我就设点 P 的坐标为 xy。它满足什么呀？它满足，既然你经过 M 了，说明 PM 是这个圆 P 的半径。由于它和这个圆 n 是向内切的，相切两圆圆心的连线经过切点，切点是 P'， 切点既在圆 n 上，也在圆 P 上。P' 也是半径，所以 PM 等于 PP'。那么老师说，抓住几何特征一定要用式子表达出来。我先表达一下，什么叫内切？这道题的题眼就是内切，它是最突出的几何特征。内切就表明了两个圆的圆心，一个是圆心 P， 一个是圆心 N， 它们俩之间的距离就等于大半径
减掉小半径就是圆心之间的距离。大半径我用 r 来表示，圆 P 的半径我用 r 来表示。圆 n 的半径我知道，圆 n 的半径是等于6，所以大 R 减去6就得到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。那么由于点 M 和点 N 是对称的所以呢我就感受一下 PM 它要是减去 PN PM 减 PN 它能等于什么呢？它就等于 PM 不动减去 PN 呢 PM 就是大 R 嘛，把它直接写成 R 也可以。PM 就是圆 P 的半径 R 减去 PN 呢，它是 R 减6，展开之后就等于6。所以我得到这个式子以后，大家看，它这个式子表达的是一个动点 P， 它是定点，点 N 也是定点，一个动点 P 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是一个常数一个动点 P 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是同一个常数。那么这样的点的轨迹它完全符合了双曲线的定义，回归定义，完全符合了双曲线的定义。那么这样的点的轨迹就是双曲线。当然了，由于它没有加绝对值，它只能是双曲线的一个分支，所以点 P 的轨迹方程，因为它符合了双曲线的定义，所以点 P 的轨迹方程为 PM 要大 ，PM 要大 ，PN 要小，它们俩的差才能等于正数，所以它的轨迹方程为焦点为负7逗0 7逗0 2a 等于6的双曲线的右分支。所以点 P 它符合了双曲线的定义它是以它俩为焦点 2a 等于6的双曲线的右分支。好了 2a 等于6，我们就得到 a 是等于3的，所以 a 方就等于9。这是两个焦点，两个定点就是两个焦点，它相当于 F1， 它相当于 F2， 西是等于7的，西方呢就等于49。在双曲线当中我们要改变习惯啦，经常说在椭圆当中 a 老大，在双曲线当中西老大，所以 b 方是等于 a 方是等于西方减 a 方的，49减9是40。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的方程当然是 x 开头 ，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上 b 方等于1。那右分支怎么来表示呢？表示 x 大于0就可以了。好，依然是3大解题思想回归定义，我们就得到这个双曲线的方程了。好，这节课呢，我就把双曲线的定义给大家讲了，方程给大家推导了，强调了必须得是加绝对值才有2个分支，不然的话只有1个分支。然后呢，我们做了2道小题，消化了一下定义。下节课呢，我要继续给大家讲跟双曲线的概念有关的习题继续深入的理解。好，下节课再见。